我前男友拐跑了死对头的女朋友，他喝醉了堵我家门口，结果摁着把我亲了，拍下视频要他负责。他冷笑一声，成啊，情侣该做的事我一样不少的干，你别害怕就行。我和沈清月从小就是死对头，彼此之间总是互相拆台，互相打小报告，恨不得能掐死对方。沈清月那家伙学习成绩特别好，长得还帅，简直具备了女生喜欢的所有要素。后来我们一起考上了北疆大学，他是理科状元，我是文科状元。沈清月年年都能霸榜校草榜的第1名，学习成绩更是优异，被大家封为学神。而我呢，入学后位列校花榜的第4名，每年都要和他争夺奖学金。我妈特别喜欢沈清月，天天让我向他学习，学习他，学他跟不止一个校花传绯闻吗？上个月沈清月有了女朋友，叫林夕，是北疆大学闻名遐迩的艺术系系花，也是从我们高中一起升上来的，长得软糯可爱。不出意外，沈清月把他追到手了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有了心仪的学长，在一次社团活动中，我们打了个照面。1个月后，学长和学妹成双入对，我和他也双双被甩。还没来得及伤心呢，暑假就到了，爸妈单位组织旅游，我和亲哥留在了家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哥正跟女朋友视频，我洗漱完就早早睡了。半夜，我被手机吵醒，一看，竟然是沈清月给我打了99通电话。除了当年填报志愿那会儿，这是他第2次给我打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只听到电话那头一片嘈杂的声音。没过一会儿，沈清月那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我喜欢你。”喜欢谁？我？连个主语都没有，再加上那头传来的闹哄哄的笑声，10有8九是喝醉了。我不动声色地挂了电话，刚要闭上眼睛，电话又打了进来：“宝宝，我喜欢你。”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沈清月，你有病吧？大冒险找不到人了？我看都没看，直接拉黑，关机，一气呵成。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这不喝醉了，哪还管窝边不窝边的？沈清月啊，只有挂在墙上才老实。本以为做完这一切，我能睡个好觉，可凌晨1点的时候，我家门好像被人拿着大锤在凿。我哥卧室离得远，睡得跟死猪一样。我睡眼惺忪的下床去开门，这时候楼道外面站了一大群闹哄哄的人。夏里，沈哥喝醉了，回不去家，先送你这儿吧。他那群狐朋狗友都知道我和他住在一个小区，楼上楼下的，可好好的为什么要送我这儿呢？沈清月倚着墙一动不动的，隔着那层薄薄的白衬衣，我能看到他凸起的肩胛骨，酒色染上了他的耳郭，粉嫩的让人忍不住想要去触碰，就像个妖精。沈清月醉意慵懒的瞥了我一眼，就要往下走，却被一群人给拽了回来。沈哥，你去哪儿啊？都说了让你住这儿。谁说的？我一脸茫然。你哥呀。沈清月的兄弟探出头，陪着笑说：嘿嘿，沈哥的钥匙掉下水道了，我刚给你哥打过电话，掉下水道就去敲门啊，他爸妈又不是不在。不对，他爸妈和我爸妈在一个单位，都去旅游了。沈清月闭着眼倚在门边，垂着睫，仿佛睡着了。毕竟是个活人，总不能把他扔大街上吧。等着，我喊他。见我松口，他那帮兄弟一窝蜂地打个干净。我看他虚倚着墙，挺稳的，不想多费心思把他架在我脖子上，便说道：喂，你能起来走2步吗？楼道天花板的灯光打在他线条优越的侧脸和颈线上，他不耐烦地睁开眼望着我，说不好是醉了还是没醉，反正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。需不需要我架你啊？我有点犹豫，还有点嫌弃。沈清月起身往里走，过门槛的时候绊了一脚，身子便如一滩烂泥压在我身上。喂，你不要乱来！后背靠墙，冰凉的墙面驱散了夏日的燥热，我仰着脖子拼命想和他拉开距离，可却无济于事。沈清月头低低垂着，恰好压住我前额，紧密相贴。我脸红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跟沈清月离得这么近，能清楚地看到她致密的睫毛和毛孔，温热的呼吸扑面而来，我不由自主地挣扎起来。沈清月不耐烦地反手去带门，因为我的挣扎，整个人一倒，竟然亲到了我。刹那间，一股电流传遍了我的全身。那动作没什么高难度的，就是2瓣唇简单的碰在一起，轻轻蹭着。如果说是意外，那沈清月亲上之后，就像睡着了一样，一动不动的。她修长的腿挡在我2腿之间，完全阻拦了我的去路。她这是在撒酒疯吧？把我当成某校花亲了？家里来人，我哥的话堵在喉咙里，他愕然瞪大双眼，看着眼前的这一幕。我连忙摆摆手，向他求救。在我们2人的努力下，沈清月终于恢复了一丁点意识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靠在门上，看了我2眼，弯唇一笑：妹妹挺好看啊。然后扭头冲进厕所吐了起来。当年我们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他就亲过我，亲完还说要和我结婚，我给了他一个大耳光。后来老师把这事告诉了家长，他们还开玩笑要给我俩订娃娃亲呢。沈清月因为这个黑历史没少朝我翻白眼，后来他知道自己长得帅了，甚至都不搭理我了，多多少少有点不念旧情啊。他要吐到什么时候啊？3更半夜的，沈清月人还趴在马桶上一动不动的。我哥嗓子眼浅，见不了脏东西，拿毛巾把沈清月的头盖住。我打了个哈欠，说道：你收留的，你管。刚回到卧室，我就收到了我哥的信息，是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沈清月正摁着我在墙上亲。
你和沈清月处对象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哥语气中充满了怨念。我没有处，照片我保存了，等咱爸妈回来，我亲自给他们看。第二天，沈清月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估摸着他是觉得没脸再面对我了。你把照片给他看了？我疑惑地问我哥。我哥系着围裙从厨房走出来。没啊。那他人怎么走了？我追问道。我哪知道？他解开围裙，穿上衣服，我出门约会去了。你下午有事没？看篮球比赛。我回答道。这是闺蜜硬拽着我去的，美其名曰舒缓心情，顺便逃避我哥丢给我的家务劳动。沈清月骚包地撩开球裤擦汗，不经意露出的马甲线引得小姑娘疯叫。她无视众人的目光，随意地拨弄了几下碎发，走到我面前。喂，给瓶水。没有，我是被抓来的，就一瓶。她喝了我喝什么？闺蜜见色忘义的属性不改，眼疾手快抄起我喝过的一瓶扔过去。没新的，爱喝不喝？那是我的。我蹦起来，还没沈清月的肩头高。他高举胳膊接住还剩半瓶的矿泉水，仰头猛灌，同时用一只手摁住我头顶，不让我起来。水滴从沈清月的腮边滑落，顺着白皙的筋骨流畅的颈部划过滚动的喉结，随后淌进衣服里。荷尔蒙暴涨，小姑娘尖叫不已。闺蜜攥紧我的手，卧槽卧槽，我 DNA 动了。我挣扎半天，最后败北，眼睁睁看着沈清月喝完，空瓶投进垃圾桶。水挺甜，谢谢。闺蜜扭成了蛆，她是不是说我的水很甜？空气突然变得燥热无比。我低头把沈清月的微信从黑名单放出，亲密合照一键发送。预料到沈清月肯定会找上门来，但没想到这么早。晚上8点钟，我家的门被敲响，我穿着拖鞋去开门。楼道阴凉的风吹进来，夹杂着沈清月的味道，瞬间驱散了空调房里的冷气。沈清月应该是刚洗过澡，薄荷味的洗发水顺着风钻进我的鼻孔。她抵在我门前，出来，有事跟你商量。到了楼下才问我哪来的照片，我哥拍的。我又指指门口，在你干禽兽不如的事的时候。他懒散地依着电线杆，眉眼间褪去了锋锐，显得格外好说话。我亲你了，不然呢？要什么补偿？风突然静了，路灯在头顶一闪一闪的。我迟疑半天，做我男朋友。沈清月骤然失声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，半晌笑。这么喜欢我？我从来没提过这么荒唐的条件。总结一下，他拿我当大冒险的娱乐项目，我当然要报复回去，而且要玩得比他更大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挑衅地轻轻开口：敢吗？你说呢？他慢条斯理地掐住我的腰，抵在墙上。你放心，情侣该干的事我一样不落。沈清月的反应超乎我的想象，我就随口一提，他就答应了。站在外面太久，我身上早就出了薄薄的汗。沈清月的体温比晚风还要燥热，压在我后腰，隔了一层睡衣，也像什么都没隔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脸便压下来，黑沉的眸子里是一成不变的坦然。他似乎并不打算停止。我慢慢攥紧了衣服，心跳不受控制的加快。突然，铃声从沈清月裤兜里传来，打破了此刻怪异的氛围。我松了口气，忙故作淡定地拉开距离。你电话响了。沈清月掏出手机，这个角度，我能轻易看见屏幕上的联系人林夕。哦，没断干净啊。我不冷不热地开口，像打趣，却不那么热情。沈清月直接挂断，再打又挂断，到最后，沈清月撤掉撑墙的手，起身。我有女朋友了，别打了。林夕细柔的哭声从电话里传来。清月哥哥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垂下眼，有些无聊地拢好被风吹乱的长发。清月哥哥，我没有和学长在一起，你误会我了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啊？沈清月一把拽住即将离开的我，打断他的话，慢条斯理道：我看脸，她比你漂亮，明白我的意思了。那头彻底没了声音，过了1秒，传来嘟嘟嘟的忙音。我要回家了。显然，我刚才被当成工具人了。沈清月低下头，还没做什么呢。我推开他，学着林夕的口吻，阴阳怪气：清月哥哥，下次再有这种事，我打爆你的头。夏日的天亮得格外早，在假期里，我向来没有设闹钟的习惯，通常都是睡到自然醒。然而今天，我却被一通电话给吵醒了。喂，我迷迷糊糊的接通电话，那头顿了一下，随即传来一个独特的声音：还没醒。是沈清月的声音，她的话语后面总会拖出一段尾调。闺蜜不止一次在我耳边念叨，说沈清月的声音很适合当声优，咬字清晰，音色悦耳。可此刻，这声音却一点都不像是能叫醒我的美好存在。我哼唧了半句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有屁快放，下楼带你吃早点。沈清月说道。我半睁开眼，墙上的挂钟指向7点50分，我那起床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要吃你自己去吃，我要继续睡觉。几分钟后，卧室的门被敲响了。家里，你男朋友来了。我哥的声音清晰而又透彻，还带着一股子兴奋劲儿。今天你们去约会，别让清月等太久了。本来我是不想理会的，可我却低估了我哥的耐心。没过5分钟，我就心情极差的起床了，简单地刷了牙，洗了脸，然后打开了门。沈清月穿着一身白衬衣，潇洒帅气地靠在门框上，正低着头玩手机。我一开门，迎头就撞上了他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沈清月抬起眼，自然而然地勾住我的脖子，
对我哥说道：“哥，人我带走了。”我哥挥了挥手，记得晚上8点之前把人送回来。放心。沈清月应道。我还没彻底清醒过来，就被沈清月带出了家门。楼下的包子店生意十分红火，老板看到我俩同时进来，惊讶地说道：“天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们俩一起？”沈清月应了一声。还记得上次我和沈清月就在这家包子店门口的小桌上吵了起来，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我已经忘了，但绝对不是现在这样和谐的场面。老板因此记住了我们俩，这次坐一桌。老板打量着我们俩的脸色，对沈清月看都不看菜单，直接说道：“2个豆浆，1杯加糖，1杯不加糖，酥饼1个红糖的，1个猪肉的。”我还处于困倦的状态，迎着老旧的挂壁电风扇吹来的风，眯着眼睛。老板娘反复叮嘱道：“你们俩可别打架，把我的桌子掀了。”沈清月笑着伸开腿，将我拦在墙角：“放心，我们俩现在是对象了。”很快饭就上来了，红糖和甜豆浆被老板娘熟练地放在了我面前。这2样是我每次来包子店必点的食物。我刚想拿筷子，沈清月就递了过来。我想拿吸管，沈清月已经帮我插好了。看着我傻愣着的样子，她弯唇嘲笑我，仿佛在说：“真没见过世面，这不是很基本的操作吗？真是够浪的。”她这经验看起来挺丰富啊。前几天北江市刚下过一场暴雨，不仅排水口堵了，市里组织污水排放用了好几天，学校的篮球场没买。暑假期间的男大学生就把战场搬到了我们小区附近。一到下午，天最热的时候，光膀子的小帅哥会挤满整个篮球场。我严重怀疑闺蜜想看的不是篮球比赛，而是这些年轻的身躯。连阴数日的天气终于放晴，白云成团飘在半空，蝉也得了空闲，嘶吼着为盛夏增添了几分热闹。篮球场场地上有不少积水，年轻的身躯倒映在水中，青春洋溢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闺蜜托腮，满眼桃花，你看，男人千万，还得是咱们沈哥哥。沈哥哥，我刚把酸奶塞嘴里，沈清月那张脸就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，线条清冷明晰，金贵帅气。夏里，听说你分手了，行不行啊？他抱着篮球，一如既往的懒散恣意。我扯扯嘴角，抄起篮球砸过去，彼此。你不也是被人甩了，还没出息的打电话表白，结果打错人。沈清月侧头躲过篮球，懒洋洋的丢下个冷笑，转身投入到比赛中。闺蜜疯了，求了，给我要个微信吧。你的学长拐跑了他的学妹，你可以还他一个吗？我扭开瓶矿泉水，喝水吧你。沈清月不是什么好人，哪个洁身自好的像他一样，3更半夜给人打骚扰电话。蝉鸣一声高过一声，太阳渐渐高升，热浪在林间翻滚，连吹来的风都难掩躁动。场中比分因为沈清月的存在拉开了极大的差距，一个漂亮的3分球，场中瞬间炸燃。沈清月突然甩出2张电影票，别人送的，去不去？是生死时速。虽然之前我给别人的朋友圈点过赞说喜欢这部电影，但这并不代表我真的想去看。然而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就点了点头答应了。直到我们在电影院门口遇见了林夕和学长陆念航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这电影票是林夕送的。沈清月都做到这种地步了，多多少少有点过分了。4个人打了个照面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林夕挂在陆念航胳膊上的手突然抽了出来，乖巧地跟沈清月打了个招呼。沈清月随意地应了一声，仿佛没看见他似的，然后将我揽在怀里，说道：“咱们进去吧。”我第一次如此平静地和沈清月坐在一起看电影。过了一会儿，旁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，原来是林夕和陆念航也跟了进来，而且还是坐在同一排。要说这不是他们故意安排的，谁会相信呢？我坐在最里面，沈清月坐在我旁边，林夕主动坐在了沈清月身边，陆念航挨着林夕坐下。4个人就这样一字排开，谁都没有说话。我默默地捡着爆米花吃，决定静观其变。电影很刺激，但好几次我都被林夕的惊叫声打断。我不理解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刺激情节，能让林夕频频去摸沈清月的手？沈清月发出了不耐烦的声音，望了过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希望我去解围吗？就在这时，镜头一转，传来一阵炸裂的音效。我赶在林夕反应过来之前，一头钻进了沈清月的怀里。她比我高1个头，足以容下我略瘦小的身体。为了让表演更逼真，我甚至坐在了沈清月的腿上。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而又紧张起来。林夕睁着一双盈盈的眸子，难以置信地开口：“你们……”我忘了还得尖叫一声，于是便欲盖弥彰地说道：“我害怕。”林夕还想说什么，沈清月懒洋洋地开口：“女朋友坐我腿上，你有意见？”我没有忽略林夕那快要哭出来的表情，可我此刻自身都难保。谁能想到，我们这对从小互相骂骂咧咧的冤家，他居然能为了气林夕，不要脸地按着我。看完了这场电影，电影散场，我捂着有些酸痛的腰跳了起来。我去洗手间，说完便落荒而逃。商场里的空调开得似乎不太足，我出了一身汗，心跳也加快了不少。在卫生间洗了把脸，试图晃掉脑子里那些奇怪的念头，然后故作轻松地推开门。没想到，站在门口等我的竟然是陆念航。夏里。他温柔地喊了我一声，我只是愣了愣，然后说了声借过。说不感到挫败那是假的，1个月的时间，就算养只狗都能培养出感情了。
可他却和别人走到了一起。我们之间似乎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陆念航抓住我的手腕，夏里，她是我表妹。我愣在原地，大脑仿佛需要消化好一阵儿，才反应过来表妹这个词的含义。这不但意味着我和陆念航有可能重新走到一起，还意味着沈清月和林夕。陆念航叹了口气，你拉黑了我的全部联系方式。放暑假后，我一直想办法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你。如果因为林夕的事情让你误会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夏里，我喜欢你。他的眼神真挚而温柔。我本想慢慢来的，等你接受我再告白，看来是不可能了。再不说，你就要跟别人跑了。那，林夕和沈清月，我有些迟疑地问道。陆念航推了推眼镜，笑了笑，误会解开就好了。林夕因为他哭了很久，昨天才好起来，跟我出来看电影，没想到就遇见沈清月了。我喉咙里仿佛堵着什么东西，说不出话来。确切地说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此刻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我不逼你立刻答复，但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，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陆念航看着我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期待。对不起啊，我匆匆把他从黑名单拉回好友列表。不好意思的挠挠头，学长，我先回去了。说完，我便转身快步离开了。我心里一直想着得弄清楚沈清月是怎么想的，一段恋爱总该有个了结吧。陆念航低着头摆弄着手机，温声说道：去吧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我依然希望能跟你做朋友。走出商场，烈日依旧笼罩在半空，光线毒辣的让人有些眩晕。我早有心理准备，林夕没劈腿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存在了，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而我这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就这么被搞砸了。不远处，我看见沈清月刚从奶茶店出来，手里举着2杯冷饮，而林夕则带着店员送的情侣头箍，开心地跟在他身后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一堵，抬手拦下一台出租车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林夕加了我的好友，刚通过，他就发来一段话，知道我为什么不解释吗？因为误会。他施加给我的每一次冷言冷语，都会转化为愧疚，让他对我死心塌地。但这段话很快就被他撤回了，转而发来一个软糯可爱的小猫咪表情。姐姐好，我是林夕，清月哥哥的女朋友。我望着窗外沉默了好久，最终还是低头给沈清月发了条消息，分手吧。很快，沈清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在哪？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好像信号不好。回家了，我淡淡的回答。身体不舒服吗？他又问道。这时，一阵刺耳的电音传来，我拿远了手机，你别管了。夏里，给我个理由。他似乎有些急切。我笑了，只觉得他此刻明知故问的态度十分讨厌，直接把我和林夕的聊天截图甩了过去。你还想我说的更明白些？这段关系对我来说只是个调剂，我现在觉得自己很自取其辱。你等，嘟嘟嘟，通话中断了。我也没有回拨过去的欲望，一路沉闷地回到了家。哥哥看见我，一脸惊奇地问：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啊，没什么意思。我扔下钥匙，换掉鞋，准备去洗澡，情绪出奇的平静。在浴室里待了很久，直到泡得头昏脑胀，我才穿好睡衣出来。餐桌上多了2杯冰茶。哥，你点外卖了？我疑惑地问。我哥从厨房探出头，不啊，是沈清月送来的。你能不能别这么自来熟啊？送什么你都要。我有些不满地说道。我俩本来就很熟啊。我哥理所当然地回答。我心里嘀咕着，很熟不知道我被甩了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把冷饮扔进垃圾桶，重重关上门。然而这个夜晚，我却失眠了。晚上11点，我翻了个身，起床上厕所，看见我哥站在玄关，衣着得体，精神矍铄。你干什么去？我问道。约会。我哥拍了拍我的头，爸妈寄来的特产到了，我去取一下。我不懂他一个奔三的人，为什么天天出门约会？最近小区快递比较多，11点了，快递小哥还在工作。我揉揉酸胀的脖子，换好衣服下楼，向快递小哥报了手机号，一回头却被旁边长椅上黑漆漆的人影吓了一跳。借着模糊的灯光，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沈清月。她侧躺在长椅上，闭着眼，一动不动。3更半夜的，她就这么躺在这儿，也不怕被人拐了？快递小哥骑着小车摇摇晃晃地消失在小路尽头，四周重新陷入昏暗，只有路灯洒下并不明亮的光辉。我咬咬牙，佯装没看见从他身边经过，可过了好一会儿，我还是重新折了回来。喂，沈清月。他缓缓睁开眼，不动声色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等待我的下文。你没地方去吗？我问道。钥匙丢了。他不厌其烦地用着同一个理由。那副模样大有你爱管不管，不管我就躺在这里的意思。我沉默了半天，把快递丢给他，帮我搬上去。看在2家关系还不错的份上，我做不到让他露宿街头，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。沈清月难得没有嘴贱，顺从地从长椅上爬起来，抱住快递盒跟我上楼。进了家门，我都换好了拖鞋，一回头却发现沈清月还站在门口一动不动。进来，你在干嘛？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。有退烧药吗？他嗓子干哑地问道。什么？我惊讶地看着他。我发烧了。他解释道。我忍住想骂他的话，翻开医药箱，找出退烧药扔给他，水在桌子上，自己倒。沈清月经过垃圾桶，看到被我扔掉的果茶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移开了眼睛。我哥今晚不在，
你睡他卧室吧。不用，我睡沙发就行。沈清月精神不太好，往沙发里一躺，很快闭上了眼睛。我找了条毯子给他盖上，又拿了个体温计，待会记得量体温。沈清月哼哼了几声，算是答应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沈清月今晚看起来有点颓废。我回到卧室，刚拿起手机就看到了林夕给我的消息：你跟清月哥哥说什么了？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回复道：下午还好好的，现在连微信都拉黑了。不是你从中作梗，谁信啊？脚踩两条船也能干得出来。本来我可以直接拉黑他，现在突然就不想了。打开门，对着沙发上的沈清月拍了张照片传了过去。他睡了。照片里的沈清月合着眼，神态安详。那头安静了一会，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，林夕急眼了。我接起电话，迎头就被骂了一顿：你真不要脸，抢别人男朋友算什么本事啊？我没回复，直接摇醒沈清月，让她自己解决。怎么了，夏里？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语气中带了点睡醒的慵懒。我把手机屏幕往前一摆，她骂我。沈清月盯着看了会儿，眼神逐渐恢复清明，切换为语音模式，放在耳朵上，语气极其冷淡：你骂他干什么？林夕又哭了起来，哭声透过听筒传入我的耳朵。沈清月闭着眼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在追夏里。渣男，你别怪我把你的那点事都散出去。沈清月从容地给我关机。好了，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？我好奇地问道。不会是被拍了私房照吧？这么刺激？我还想问点什么，沈清月突然扣住我的手腕，挪到他自己的额头上，滚烫的热度顺着皮肤传来。夏里，我好像更热。他此刻简直就像个炽热的火炉，散发着滚烫的气息。以往沈清月哪怕生病，也总是咬牙硬撑着，绝不会露出半点破绽。与眼前这负病恹恹、仿佛一病不起的模样，简直判若两人。我带你去医院。我担忧地说道。沈清月却翻了个身侧躺着，声音沙哑地拒绝道：不去。那可怎么办？我焦急地问道。你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，还指望你照顾我一宿？帮我倒杯水就行。他吐出一口热气，眼神中满是疲惫。看他那副样子，不像是在装病。我拿起体温枪抵在他的额头上，一测竟然达到了39度。沈清月的脑子可是他全身上下最宝贵的地方，要是让我爸妈知道他在我家烧成了傻子，我却还在睡觉不管不顾，那他们非得扒了我的皮不可。于是大半夜的，我端着一盆温水，小心翼翼地给沈清月擦身体。他突然一把按住我的手，声音嘶哑地问道：你干嘛？给你退烧啊，最管用的部位就是颈部和大腿根，你得配合一下。我耐心地解释道。沈清月听完后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缓缓开口：你要给我擦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开始解自己的腰带。你干什么？流氓啊！我吓得大惊失色，手中的毛巾啪嗒一声掉进水盆里，水珠溅了他一脸。沈清月不耐烦地夺过毛巾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：回去吧，用不着你。下面的步骤我实在不好意思继续跟进，只能隔1个小时就出来查看一次他的情况。他吃过退烧药后，不一会儿就开始出汗，几个小时后烧终于退了。沈清月抓住我的手，喊了一声：夏里。我困得迷迷糊糊的，哼了一声，正准备继续睡觉，却突然对上了他那潋滟的目光。曾经他在球场上对着一群疯叫的小姑娘抛媚眼时，就是这种眼神。我猛然抽回手，心中有些慌乱。我睡觉了。第二天，我睡到日上3竿才醒来，又被闺蜜拽出来看比赛。我有意无意地问闺蜜：你知道林夕和沈清月怎么好上的吗？闺蜜笑眯眯地看着远处打篮球的小帅哥，悄悄凑到我耳边说道：听说是沈清月把林夕救了，林夕就以身相许了。啥意思啊？我一脸疑惑。林夕被小混混打劫，沈清月刚好经过。闺蜜眨眨眼，继续说道：就没别的了。我追问道。闺蜜神秘地笑了笑，没了。这就有些奇怪了，她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林夕手上呢？闺蜜突然拽住我，兴奋地喊道：哎，我家宝贝囚禁了。哪个？我一脸茫然。蓝衣服的，昨天刚认识的。闺蜜得意地说道。今天沈清月没来，一早人就不见了踪影，我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反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僵着，不尴不尬的。闺蜜执意要给我介绍她的新男朋友，还订了一家比较贵的餐厅。你是认真的？我有些怀疑地看着闺蜜。闺蜜拿着菜单，趁男朋友上厕所的空当，对着我挤眉弄眼。对呀，这次是认真的。她举起手，对着远处大喊：服务员，点菜。哎，那不是沈清月吗？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顿时愣住了。她什么时候出来打工了？她缺钱？闺蜜有些诧异。不缺啊，我们两家条件都还不错，平常学业又繁忙，确实不太需要勤工俭学。而且以沈清月那臭脾气，怎么可能会来打工呢？然而不远处正低头挨训的那个人，除了他还能是谁？他家难道是欠外债了？我们这桌的呼叫铃响起，沈清月抬头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拿菜单挡住脸，匆忙站起身。我去个洗手间。哦，你慢点啊！闺蜜笨手笨脚的给我让开位置。等我挪出去后，身后已经传来了脚步声。夏里。沈清月冷静平淡的语气叫得我头皮发麻。我脚步一顿，缓缓回头。嗨，好巧啊！沈清月系着白色半身围裙，肩宽窄腰，身材比男模还要标准。
他熟练地翻开小本，丝毫没有被发现的尴尬。点什么？我悻悻地坐回座位，拿着点菜单，心不在焉地指了2个菜，却发现沈清月半天都没吭声。一抬头，她蹙眉盯着我，眼中满是疑惑。这里不是酒吧，你点2瓶葡萄酒干什么？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闺蜜见状，连忙夺过菜单。你被尿憋傻了吧？我来。我窘迫地缩在角落，试图逃避沈清月的注意，然而余光依然能察觉到她与闺蜜交谈时投落在我身上的那道视线。还有别的需要吗？闺蜜递还菜单，笑着问道。我姐妹还缺个男朋友，你能来陪她吃饭吗？闺蜜对着沈清月眨眨眼，故意调侃道。我在桌子底下狠狠地给了她一脚，她男朋友却发出一声惨叫。沈清月淡定地合上夹子，弯弯唇，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。抱歉，不在我的服务范围内。说完，她转身离开了。闺蜜看好戏一样盯着她离开的背影，对我，哎，她盯着你，你避着她，说你俩没什么谁信啊？坐在对面的男生苦着脸，姐，我老疼了。临近尾声，我突然接到陆念航的短信，路过你家，上次你要的学习资料我刚好带着，方便出来一趟吗？我这才想起，放假前我还跟陆念航要过下学期的课本，想提前预习功课，结果被他和林夕的事情一搅和，都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哎，闺蜜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走到了前台。你好，26桌结账。前台小哥头也不抬，沈清月结账。接着，一只胳膊从后方伸过来，拿起我手中的账单，269，怎么付？我回头，发现沈清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垂目打量着我。我匆忙打开2维码递给他，沈清月熟练地给我结了账，然后问道：去哪儿？我愣了1秒钟，意识到他在问我，哦，有人给我送东西。沈清月一声不吭，只是跟在我身后。你感冒好点了吗？我关心地问道。沈清月哼了一声，好了，谢谢关心。此时的沈清月清醒状态下态度冷淡，显然已经默认了我们分手的状态。我也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出来当服务员，接过小票，跟闺蜜嘱咐了几句后，便推开餐厅大门走了出去。夏里，一只手撑在门上，沈清月穿着寻常的衣服走了出来。我跟你一起回。我愣了下，随即点点头。好。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开口说话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我故作轻松地笑着问她：你缺社会实践证明啊？跑来这里打工？不是。沈清月2手插兜，语气随意。缺钱。我噎住了，不知道该如何接话，心中不禁担忧他家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。还没想好该怎么继续这个话题，沈清月突然脚步一顿，眯起眼睛打量着远处。来找你的。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陆念航抱着一沓资料站在树荫下，对着我招手。我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，小跑过去。学长，麻烦你多跑一趟了。陆念航笑笑，路过而已，不麻烦。那沓资料显然是他精心整理过的，还做了标记。我顿时觉得欠了他一个大人情。学长，我改天请你吃饭。陆念航看了眼远处的沈清月，微笑着说道。好啊，明天怎么样？明天这么急？我心中有些疑惑。沈清月走了过来，语气淡然地说道。明天有雨。我知道。陆念航依旧微笑着。有个地方很适合在下雨的时候去，在女孩子中人气很高哦。沈清月懒洋洋地勾起嘴角。哦，是吗？我就喜欢女孩子多的地方，带我一个呗，学长。眼看气氛逐渐变得有些不对劲，我急忙打岔道。其实我们可以改。不用。陆念航和沈清月几乎同时开口，异口同声地说道。就明天。合着这个约定压根就没有什么事。陆念航结束了与沈清月之间的对峙，回过神来，笑着对我说道。夏里，明天见。好的，明天见。我有些无奈地回应着。直到陆念航的身影消失在小区的尽头，沈清月才转身走上楼去。我站在原地，心中满是疑惑。我匆匆忙忙地跟在他后面，问道：喂，你缺多少啊？什么？沈清月站在台阶上，蹙眉低头看着我。我说：你缺多少钱，我先借给你。为了不损伤他的自尊心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：收利息的。沈清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说道：用不着你，别操心了。得，他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能硬往上贴。谁知道他竟然镇定自若地经过自家门前，继续朝上走，最后在我家门口等我开门。你不回家？我疑惑地问道。没钥匙。他简单地回答道。你早说啊，帮我报一下资料。我累得气喘吁吁，摸索着找到钥匙，打开了门。沈清月扛起我手里的资料，率先进了门。我减负之后，甩了甩酸痛的手，却发现家里没人，而沈清月似乎还没吃东西。你饿吗？我试探着问道。沈清月说完，坐在沙发上，两腿一伸，开始摆弄起手机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等我给他做饭吗？我简直要疯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沈清月的手机一扔，人往沙发上一躺。外卖电话来了，帮我接一下。说完，他就闭上了眼睛。喂，大白天的你睡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沈清月一脸倦色，眼睑下还有明显的乌青。他最近似乎真的很忙，篮球场也很少去了，估计是打工累的吧。我放轻手脚，换上衣服，坐在沙发旁的地垫上，开始分学习资料。不大一会儿，
沈清月的手机震动起来，我想也没想就接了起来。清月，你爸的病情恶化了，出现了排异反应，我和他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你照顾好自己。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，我愣在当场，不知道该怎么跟阿姨解释。我以为他们跟我爸妈一样去旅游了，没想到是去北京治病。喂，你在听吗？阿姨的声音再次传来。我犹豫了半天，说道：对不起，阿姨，我是夏里，沈清月她睡了。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语气放轻了：莉莉啊，你……哦，她钥匙丢了，最近住我哥卧室。我连忙解释道：原来是这样，真是麻烦你了，莉莉，你先忙，我待会再给她打电话。阿姨说道：好，阿姨，祝叔叔早日康复。我挂断电话，看着手机屏幕上的3条未接来电，是外卖小哥打来的。我心情复杂的走下楼去取饭。当我看到沈清月订的是双人份外卖时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叔叔病情恶化的消息是大事，我犹豫再三，还是重重地把外卖放在茶几上，惊醒了沈清月。她睡眼惺忪地问道：饭来了。我低头一边解着外卖的扣子，一边说道：刚才阿姨给你打电话来着，有事找你，你最好回个电话。沈清月捡起手机，不疑有他，起身走向了阳台。我盯着眼前的大份双人餐，思绪却飘到了外面。排异反应是器官移植才会有的副反应，叔叔应该刚做完心脏移植，听说心脏移植30万起，要是有排异反应，那费用可就上不封顶了，严重的话可能会人财两空，难怪他会缺钱。过了一会儿，沈清月回来，脸色不太好。他看到我盯着他看，便坐下来说道：刚才见你没吃多少，再吃点吧。说着，他把炸酥肉全堆到了我面前。哦，我咬了一口披萨，却觉得味同嚼蜡。对了，明天我去不了了。沈清月突然出声说道：临时有事。我知道他有难处，点点头，心里却像压着一块石头。你先忙吧，这是我们吃过的最相安无事的一顿饭。饭后，我回到房间，仔细数了数，我的压岁钱存在个人账户里有3万。夏里，沈清月站在我门口敲门，我踌躇了半天，还是一口气把3万全部转给了沈清月。处了这么多年，有些事该帮还是得帮。我起初一声不吭，后来外面没动静了，我才悄悄打开一条缝。谁知道沈清月就站在门口等我，她一把撑住门，身子挤了进来，半天没说话。我被她盯得有些不自在，毕竟当年沈清月家也帮过我们，3万块对于他们家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，但总比让沈清月风餐露宿要好。怕她心里不自在，我把纸笔递给她，笑着说道：还不上可得以身相许啊。沈清月认真地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我打个欠条。沈清月一笔一画地写好欠条，摁上了手印。谢谢。这是沈清月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从那天起，沈清月就消失了。我在一沓学习资料里发现了她的笔记，看样子是熬夜弄的。我想跟她道谢，可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。闺蜜见状，提醒我道：你别被她骗了吧，给男人花钱，倒霉一辈子。而且你还一次性砸3万，她不是那种人。我坚定地说道。你怎么知道？闺蜜疑惑地看着我。我低头捏着树枝在地上乱画，我就是知道，好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骗钱这种事她做不出来。闺蜜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，好奇地凑过来问道：你跟陆念航进展怎么样了？我一愣，继而摇摇头，我拒绝他了。为什么？闺蜜问道。我托腮想了想，说道：那股子热乎劲过了，没感觉了。也许我们之间本来就缺少那么一点缘分，被那场乌龙一打岔，就彻底散了。空旷的篮球场上，我百无聊赖地盯着远处打球的少年们。突然，旁边刷手机的闺蜜突然鬼叫出声：沈清月怎么了？我心头一跳，凑过头去，只见新闻的大标题是打架斗殴，后面跟着一张图片，虽然马赛克打了薄薄一层，但根本盖不住沈清月的五官特征。闺蜜眯着眼读完新闻，总结道：据说当初沈清月救林夕的时候，踹了小混混一脚，小混混伤到头和颈椎，成了植物人。为什么过这么久才爆出来？我有些担忧地问道。有些新闻纯属捏造事实，博人眼球，不能全信。哪能啊，现场就3个人，沈清月、林夕、小混混，一个植物人会说什么啊？闺蜜掰着指头数着，所以爆出来的只能是林夕。我低声说道，心中涌起一股不安。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？闺蜜放大图片，仔细研究后无奈地摇摇头。执法机构不太像爱，不过闹出这种事，学校肯定要给他处分，会叫家长的吧？他后面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此刻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沈清月。我给他玩得很好的几个朋友打了电话，可他们都不清楚他的去向，最后只好找到我哥。喂，什么事？我忙着跟你嫂子约会呢，快点讲。我迟疑了一下，说沈清月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事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你先回家，我马上回去。我哥说道。走到家楼下，我老远就看见门口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那些记者扛着摄像机，手拿话筒，乱哄哄的。我一声不吭地穿过人群，打开了防盗门。他们突然将我团团围住。同学你好，请问你认识沈清月吗？我一脸茫然。你们是？
请问你眼中的沈清月是怎样的人？据说她有躁狂症，请问她跟你发生过冲动吗？我不知所措的后退一步，看着一个个摄像头对着我的脸，思绪乱成了一团。小姑娘，你别害怕，你不肯说出真相，是怕被沈清月报复吗？请问她父母是怎样教育她的？是否存在家庭暴力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她不是。夏丽，我还没从刚才的场景中回过神来。我哥领我到家门口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前，不要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。你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可能会害了沈清月。哥，叔叔在北京治病，这些事如果被学校知道，放心，爸妈刚联系完你们导员，还闹不到叔叔阿姨那边。我稍微放心了一些，只要事情慢慢调查，总会有结果的。我哥继续说，但是导员需要沈清月出面做个说明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。回到卧室，我左思右想，如果我是沈清月，第一时间肯定会找人替我澄清，所以有没有可能她去找林夕了？我突然有了思路，再也坐不住了，穿衣下楼。由于天色已经暗下来，忙碌了一天却无果的记者早就散去。我戴上口罩，向陆念行要了林夕家的住址。林夕家住在高档小区，我在小区门口徘徊了半天，保安却不让我进去。我只能一筹莫展地站在树下，眼巴巴地望着栅栏内，企图发现沈清月的身影。然而事实却让我失望了。晚上9点，高档小区静悄悄的，连2个鸟的影子都没有。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，转过一个拐角，突然有个黑影窜了出来，吓得我放声尖叫。他猛地捂住我的嘴，止住我的挣扎。夏丽，是我。听到熟悉的音色，我意识到是沈清月，于是拍拍她的手，示意她放开我。我欣喜若狂，转身看到她憔悴的脸，喜悦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她的发丝乱糟糟的，衣服也起了皱，虽说比路边的流浪汉体面一些，但也算不上干净。这么晚，为什么一个人跑这儿来？沈清月的语气不太好，甚至有些生气。郊区人少，你不知道害怕吗？我被他一吼，想问的话忘得一干二净。底气不足道，我来找你。沈清月一夜猛地拽住我手腕，口罩戴好，别摘下来。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去哪里，只好漫无目的的跟着。谁知道沈清月竟然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把我拖了进去。去哪呀？送你回家。哦，在车上，我不好问他和林夕的事。沈清月暴毙，侧头看着窗外，也不理我。我只好低头发短信给他。今天你不在的时候，记者来了。上一条还停在我给他发的分手吧3个字，还有他给我打来的一通电话。沈清月的衣服里传来手机提示音，他回神，一言不发的打开，看见我的消息，顿了顿。对不起，牵连你了。我来不及回复，又蹦出一条，我把你送到小区门口就走。你有住的地方，不用管我。如果没地方去的话，你还住我家吧。我从来没见过沈清月狼狈成这个样子，他怎么可能有地方去？之后是长久的沉默。沈清月摁灭手机屏幕，深吸一口气，望向窗外，无声地结束了这场对话。我摸不准他的意思，胡乱翻弄着手机。到了，19块。司机师傅打破了沉默。沈清月率先说：“我不下。”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拽住沈清月的衣角。你不下，我也不下。司机笑出声：“小伙子，瞧女朋友舍不得你。到了小区门口，不得往家楼下送送啊？差事了呀。”在我坚定的目光中，沈清月终于掏出手机付了钱，起身下车，望着出租车扬长而去。我依然没有松开沈清月的衣服。走，回家。夏丽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我哥一个人睡觉害怕，需要人陪。我睁着眼，大言不惭的撒谎。沈清月盯着我，昏暗的灯光照不进他的眼睛。半晌，他低头，手指随意的抿了下脸。夏丽，我们分手了。他似乎在警告我，又似乎在提醒自己。我记性没那么差。我拽着他往家里拖。除去那层关系，你是我发小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这次沈清月没再抵抗，乖乖由我拉着，站在家门口。刚进家门，我哥举着电话，愕然睁大眼。你找到沈清月了？我用3秒钟的时间里清了思绪，最后回复了一句话：你怎么知道记者围在家门口？记者白天才撤走，没有采访到有用的消息，不可能这么快就发新闻稿。所以陆念行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对整件事的流程都表现得过于熟悉了。陆念行上方的对话框显示正在输入中，足足过了1分钟，他才回复：我听别人说的。简单寒暄了2句后，我挂掉了电话，把照片转发给了闺蜜。能不能让你男朋友帮我看看，这张照片是不是合成的？卧槽！闺蜜第一时间回复了我：你不说他俩是亲戚吗？所以我不敢确定照片的真假。我无奈地说道：等着啊，很快。闺蜜说道。1个小时后，闺蜜告诉我照片是真的，也就是说陆念行和林夕的关系并非表兄妹。从照片的拍摄日期来看，正是林夕和沈清月在一起的那天，一定有某种因素导致了他们2人的分手。一个隐隐约约的猜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，让我辗转反侧，整晚都难以入眠。第2天一早，当我出门的时候遇见了沈清月。你干什么去？我问道。去执法机构。沈清月蹙着眉，把衬衣纽扣系到最上面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在家待着，
没事别出门。好，我点了点头，心中涌起一丝担忧。我心中默默估算着时间，笃定着等他从执法机构回来时，我刚好也能到家。沈清月出门没多久后，我便朝着小混混所在的医院赶去。那一天，天气预报明明说有40度的高温，可医院里的人流量却丝毫没有减少。当我终于到达病房时，早已是汗流浃背。迎面就与小混混的父母打了个照面。他的父亲是个面容枯瘦、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，皮肤黝黑。一听我是北疆大学的学生，他的情绪瞬间变得极为激动，大声嚷道：“你认识沈清月吗？他就是个杀人凶手！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我一定要让他倾家荡产。”透过病房的玻璃，我看到一个青年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插着呼吸机。我态度极其诚恳地说道：“叔叔，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要是换做我的家人，我肯定会比您更激动。”他心里清楚，有些气撒在我身上根本没用。我放轻了语气，继续说道：“叔叔，他住进来也有一段时间了吧？”那男人叹了口气，双手撑在墙上，望着外头空荡荡的街道。6月3号住进来的，幸好送医及时啊。我轻声说道。那中年男人弹掉烟灰，微微点头道：“是啊，要是再晚一点，人可能就没了。”我垂下眼睛，任由寂静在风中缓缓流淌。据沈清月所说，他救林夕的那一天是6月1号，也就是儿童节，而隔壁幼儿园正好放假，监控也没开。而林夕和陆念航亲吻的照片时间是6月3号，也就是小混混住进医院的那天傍晚。林夕找到沈清月，说小混混出事了，要求他和自己在一起。我觉得事情到这里已经渐渐清晰起来。走出医院的时候，正好是傍晚时分，因为医院后门距离我家比较近，所以我便抄了条近路，途经一处人烟稀少的小公园。就在我正忙着给沈清月发消息的时候，陆念航突然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他的脸色不太好，甚至有些阴沉，一看到我就急切地问道：“夏里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我心中一惊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慌乱地说道：“对，最近肚子有点痛，可我看到你从住院部出来。”陆念航步步逼近，摘下眼镜，露出那双冷淡的双眼，眼中满是疑惑：“夏里，你到底去见谁了？”我心中涌起一股逃跑的念头，可他却突然拽住了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让我吃痛。我的手机也随之掉落在草丛里。陆念航弯腰捡起手机，屏幕上的界面停留在我和沈清月的对话。跟执法人员提一下，陆念航可能跟这文字编辑到这里便戛然而止。陆念航低着头，看不清他的神色。他推了推眼镜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句话删掉，然后直接关机。学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惊恐地看着他。不干什么。陆念航揽住我的肩膀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诡异。你知道附近有个旅店吗？我拼命挣扎，却被他牢牢束缚住。他的手甚至已经摸到了我的胸口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恶心。他这是想以此逼迫我守住秘密，绝不可能。然而，医院后门竟然出奇的空无一人。理智告诉我不能与他撕破脸，只要到达旅店向老板求助就好。可当陆念航对着旅店老板娘叫出姐姐2个字的时候，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空旷的大马路上竟然连一辆交通工具都没有，即便我想逃走，他也能很快追上我。他拽着我的手腕，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走吧，夏里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声音，那声音打破了旅店的寂静，我们俩都愣住了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愕然和懊恼。我突然抬手，狠狠地咬在陆念航的手腕上，趁他吃痛松手的瞬间，我不要命地朝外奔去。我仿佛看到了那闪烁着蓝红色光芒的灯光，那仿佛就是希望的象征。身后的脚步声渐渐停了下来，远处的车上下来2名执法人员，还有沈清月。他的脚刚沾地，便立刻快跑几步，一把将我抱住，紧接着便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责骂：“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？你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我惊魂未定，浑身颤抖成一团，刚才还镇定从容的模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沈清月，你别骂我。”他的力气很大，将我紧紧压在他的身上，那只大手肆无忌惮地揉乱了我的发丝，急切地想要确认我是否安然无恙。夏里，你要吓死我了。他呼吸急促，扶着我腰的手也在不停地颤抖。我身上出了很多汗，挣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最后只好认命地靠在他的身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心中满是疑惑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头，递过来一瓶水，缓缓说道：“上次趁你睡着的时候，我偷偷设置了紧急联系人，就是你。我怕林夕有一天会找你麻烦，幸好沈清月给我哥打了电话报了平安，陆念航也被执法人员带走了。”我灌下半瓶水，然后掏出录音笔，这是陆念航和我的对话，虽然不能当做证据，但我觉得应该交给执法人员。你们2个需要配合我们做一下笔录，因为我之前找过小混混的父亲，他们很快就理清了事情的时间线。在执法人员局里，我终于获悉了整个事件的全部经过。原来林夕和陆念航是一对情侣。某天林夕路过一条小巷子，遇见小混混持刀勒索，恰好沈清月路过，将小混混吓退，林夕因此得救。隔天小混混贼心不死，蓄意报复林夕，而陆念航正好在，2人发生了争执，导致小混混重伤。之后林夕和陆念航商量了一番，决定让沈清月背锅，因为我和沈清月家住一个小区，他们便一人盯着一个。后来2
两人幽会闹出了在一起的绯闻。为了赢得我和沈清月的信任，他们假借表兄妹的名义，直到小混混的父亲决定起诉沈清月，事情再也压不住了，林夕才决定先一步将事情爆出来。他拿准了事发地没有监控，沈清月百口莫辩。但幸运的是，执法人员在一辆汽车的行车记录仪中看到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，原来罪魁祸首是陆念航，而且他还涉嫌犯罪，即将被起诉。我和沈清月在执法人员局做笔录，一直做到很晚，等出来的时候已经将近12点了。他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中间隔着一段距离。闺蜜在手机上不停地给我发消息，你已经1个下午没理我了。我把事情简单的跟她讲了一遍，她立刻连发几10条语音过来。什么呀？大白天还能遇见罪犯？我开眼了。医院后生人流量还挺多的呀，你这运气也太背了。前面的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，封路了。谢天谢地，你没事就好。我刚放下手机，她又发来一条消息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手机就自动播放了语音。那魔性的笑声清楚地从话筒里飘出来，在街道上回荡着。我看到站在前面等红绿灯的沈清月背影僵住了，我放轻了呼吸，心中有些尴尬，又有些期待。然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回头嘱咐我好好看路。哦，我应了一声，心中不免有些失落。或许因为债主这层关系，沈清月真的开始讨厌我了吧。一路走到小区楼下，沈清月停下脚步说道：回去吧，我配了钥匙，以后就回家住吧。我点点头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刚走了2步台阶，我突然转身问道：沈清月，我有那么不招人喜欢吗？沈清月双手插兜，站在路灯下，沉默了好久，才缓缓说道：没有。就这么结束了？她居然什么都没说。闺蜜在电话那头气愤不已，为我打抱不平。她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翻了个身，毫无睡意。她听到那句话后，就跟没听见似的，毫无反应。这男人就是个渣男。还好当时让他打了欠条。夏里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轻易相信男人。你看看，现在可倒好，人财两空。我闭上眼睛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天沈清月的表情，然后打开手机，翻看着她的朋友圈，那上面依旧安安静静的，没有一丝动静。她会不会已经得知沈叔叔的情况了呢？第二天，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终于等到了让我安心的消息。别担心了，你沈叔叔已经度过危险期，现在情况稳定了，再观察半个月就能回家了。我长舒一口气。那沈清月知道吗？你阿姨刚刚给她打了电话，还好两边都解决了。我这两头瞒着，压力可太大了。通话结束前，我听到妈妈正在跟爸爸说，老沈他家什么时候打的欠条啊？你怎么没跟我说？哦，他说20万太多了，坚持要写欠条。也不知道清月以后的学费该怎么办，这孩子太苦了。挂了电话后，妈妈还叮嘱我，你在沈清月面前可别像以前那样强势了，好好跟人家相处，知道吗？我心不在焉的应着，心里却想，沈清月现在都不理我了，还怎么好好相处呢？关于他打架斗殴的传闻，在警方官方文书发布后，瞬间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。陆念航和林夕被退学，一时间所有人都开始同情起沈清月来。新学期开始，因为暑假发生了太多的八卦事情，刚开学的同学们就讨论得热火朝天。而我作为事件的边缘人物，已经被问了不下10遍。我觉得寝室里太闷了，便一个人来到了操场。这里和往常一样，聚集了不少体育生。一张网之隔就是热闹的篮球场，少年们正在激烈地打着球，战况十分焦灼。我呆呆地盯着他们，不知不觉间就陷入了沉思。沈清月已经退出了赛场，女同学们很快就有了新的暗恋对象，仿佛沈清月从来没有在他们的世界中存在过一样。喝水。突然，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顺着声音抬起头，只见沈清月静静地站在阶梯上，目光正落在我身上。这是半个月以来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我一声不吭地接过她递过来的矿泉水，发现她已经帮我把瓶盖拧开了。沈清月坐在一旁，两腿岔开，侧头看着远处的篮球场。你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我打破了沉默，开口问道。找工作。她淡淡地回答道。我惊讶地抬起头，不考研吗？沈清月移开目光，懒散地躺在台阶上，缺钱以后再说吧。我一时语塞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前不久，我递交了保研申请书，如果沈清月不参与竞争，保研的名额很大可能就会落在我头上。我本应该高兴，可此刻却只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夏里，3万块，我会尽快还给你。沈清月突然说道。我偏过头，用手遮住眼睛，以免被他看见我湿润的眼睛，然后假借擦汗的动作，拭去了眼角的泪水。不急啊，你读完研再还我都行，这样我还能多收几年利息呢。沈清月笑了笑，算了吧，利息太多，我怕还不起你。这一刻，我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残酷，它没有所谓的公平，轻而易举的就能摧毁一个人的骄傲和未来。我似乎理解了那个夜晚，沈清月站在路灯下，那表情中所隐藏的话语。夏里没有不招人喜欢，只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喜欢的能力。我心中一阵酸涩，只好仰头看着天空，试图转移话题。今晚星星挺亮的。沈清月顺着我的目光望去，声音平静地说道：我们看到的星光，
可是能几千年、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发出的。有些发光的星星可能已经不存在了。夏里，其实人类和星星一直在错过。他似乎在暗示着什么。我哥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我疑惑地问道。自从我哥和沈清月谈过之后，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沈清月喝完水，像以前一样精准地将瓶子投进了垃圾箱，然后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没说什么，走吧，送你回去。”关于那晚的事情，我哥和沈清月守口如瓶，成为了我永远无法触及的秘密。沈清月把我送到楼下，笑着摆摆手：“夏里，祝你学业顺利。”曾经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，如今只是站在路灯下，平淡地向我道别。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1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们即将毕业。沈清月在本市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凭借本科学历，收入还算可观，但也都是辛苦钱。而我则顺利保研到了 B 大。毕业前的那个暑假，同学们相约在 KTV 为我庆祝，我满心欢喜，多喝了几杯。在这闹哄哄的环境中，手机突然响起，一条入账短信映入眼帘，整整3万块，随后还有零碎的利息打到了我的另一张卡上。我盯着手机看了许久，他的对话框已经很久没有刷新过了，聊天记录依然停留在去年夏天我们在出租车上的那次对话。时间仿佛凝固在了过去。我曾经邀请他来我家住，可他没有回复。这一刻，我感觉似乎这就是我们的结局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。夏里，看什么呢？真心话大冒险到你了。我喝得晕晕乎乎，笑呵呵的把手机拍在桌子上。大冒险！大家顿时激动起来，纷纷抓住我。快，玩了一晚上就抓住一个敢大冒险的，别让他跑了。都说酒能壮胆，我随手拨动大转盘，指针最终停在了跟暗恋的男生表白这一项上。夏里没有暗恋的人，他一门心思搞事业，怎么可能啊？没意思没意思，还是喝酒吧。有人开始起哄，我大手一伸，做了个安静的手势。谁说我没有？话一出口，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。8双眼睛齐齐盯着我，我在他们的注视下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拿起手机，熟练地按下号码1，那是紧急联系人的键位，长按可以直接拨打。我开了免提，撑着头等待着接通，那头几乎立刻就接了起来。喂，还是那清冷的声线，不带一丝感情。我趴在听筒上，拨开散落在脸颊的头发，吼道：“我喜欢你。”他没有回复，我生怕他没听清，又拔高了音量：“我喜欢你，你听见没？”大家见我情绪有些激动，纷纷拉我起身。夏里，算了算了，一个游戏没必要这么认真。我倔强地拿着手机不撒手，在耳朵上。沈清月，我要见你。说着说着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嚎啕大哭起来。立刻，马上，在哪？我一口气把地址报了出来，然后啪地挂掉了电话。在那醉意朦胧的状态下，我竟感觉神清气爽，泪眼模糊中还得意地对着众人显摆起来。你们瞧，我可是最厉害的。随后，我便坐在包房的角落里，开始无聊地数起瓜子来。数着数着，突然有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腕。夏里，该回家了。我下意识地想要挣脱他，继续一边扔着瓜子，一边喃喃自语：他来，他不来，他来。还没等我数完，就被人猛地抱了起来，往外走去。眼前的世界开始不停地旋转，我勉强睁开眼睛，看清了眼前的人是沈清月。他身着西装革履，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烟草味，显然是刚从工作的地方赶过来。我得寸进尺，用手臂勾住他的脖子，紧紧贴在他的身上。你来啦，哈哈。沈清月却一声不吭，把我塞进汽车的副驾驶座，细心地替我系好安全带。就在他要起身离开时，我依旧死死地勾着他不放，笑嘻嘻地盯着他。沈清月，他嘴唇微微抿起，放轻了声音说道：夏里，先放开我，我送你回家。我躺在副驾驶座上，直勾勾地盯着沈清月关门上车，然后问道：你还清欠款了吗？还没有。我低下头，开始在手机上一顿操作，然后把钱重新打给了他。沈清月听到短信提示音，无奈地说道：你别再闹了，3万呢，就当让你入赘我们家了。我看上你了，可不会让你跑掉的。沈清月被我气笑了：大小姐，你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学历，再看看我是什么学历。我眯起眼睛仔细打量着他，说实话，我就是看上你脑袋瓜了，我的儿子肯定的随便。嗤的一声，汽车突然在路边刹住。沈清月紧紧握住方向盘，闭了闭眼，随后严肃地盯着我：夏里，你到底喝了多少？我笑了起来：做我老公啊，你答应我就告诉你，不然凭什么跟你说？你去了 B 大，会有更多优秀的男人追你的。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麻利地解开安全带，打开车门就要下车。夏里，沈清月紧跟着下车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拉住我：你干什么去？我去 B 大找男人，请你喝喜酒。我几乎尖叫着推开他，我要找个欠几百万的，专门替他还债。沈清月紧紧抓住即将逃走的我：别发脾气了。我扬起脖子：你亲我一下，我就不发脾气了。沈清月盯着我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垂下眼睛：走吧，上车。此时的我感觉自己就像个疯子。一阵风拂过，我突然酒醒了大半，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有多么羞耻。
我一言不发的跟在他的身后，却仍然执着的问道：“你还欠多少？”沈清月没有说话。我从包里掏出存折，这里有10万呢，包括我的奖学金、大赛获奖的奖金以及兼职赚的钱。沈清月猛地回头，将我压在树下，语气冷冽的说道：“夏里，你没脑子吗？”我被他一吼吓得愣住了，我一无是处，身无分文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是这张脸，还是这一身臭脾气？一瞬间，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眶。我幼儿园的时候，别人亲我，你替我打过架；小学因为我笨，学不会拼音，被爸妈骂，你搬着板凳陪我坐在门外写；初中课业压力大，我跟你抱怨几句，你每天在班群发答案解析；高中我被人诬陷偷班费，你垫付了1个月的伙食费，帮我补上了。沈清月，从小到大，你一直都在帮我，我帮你一次怎么了？沈清月的表情出现了短暂的空白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你那个月天天吃泡面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搓了搓鼻子，心中暗暗感激，多亏有他，我的学习生涯一直都顺顺利利的。其实我并没有那么聪明，比不上沈清月的天赋，但我足够努力，靠着他无形的帮助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在心底的某个角落，我小心翼翼地藏起了自己的喜欢和感激，生怕被他发现。更别提当年我家遇到困难时，沈清月的爸妈毫不犹豫地拿出几10万来帮助我们。我把存折硬塞进沈清月的手里，擦掉眼泪。如果你说不喜欢我，我以后就再也不纠缠你了。说完，我用湿漉漉的眼睛瞪着他，一眨都不敢眨。沈清月盯着我看了半晌，突然低下头，吻住了我。他将我抵在树干上，微微俯身，唇上传来炽热的爱意。这个夜晚，整个街道的蝉鸣仿佛都安静了下来，融入了夜色之中。月亮的光晕穿过枝叶，照亮了我们。上研一那年，沈清月从北疆开车来看我。傍晚我刚下课，就看见沈清月倚在教学楼下，笑着朝我招手。经过1年的历练，沈清月身上多了份同届人男友的成熟。她能力优越，很快赢得了领导的赏识，破格升职加薪，债务还得差不多了。隔3差5，我还能收到沈清月送来的礼物，导致同寝室女生质疑我是不是傍了大款。其实我知道，沈清月的工作没那么轻松。无数个深夜，她喝酒喝到跪在马桶边吐，倒在路边磕破头。我哥捡她回家时，嘴里还嘟哝着让夏里过好日子。前几天他刚做成个一笔单子，说要来 B 大看我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如今沈清月的外表依然耀眼，一身休闲装，大长腿，1.85米的个子，很快吸引了周围女生的注意。哎，咱们学校哪来的帅哥？以前怎么从没听说过？看那个装扮，社会人士吧？我忽略其他人的议论，抱着书飞扑过去。沈清月抱住我的腰，笑着说：“怎么又瘦了？”我把高冷人设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抱着沈清月哼唧：“学习太累了，见不到你，吃饭都没胃口。”沈清月接过课本，揽着我：“走，带你下馆子去。”我盯着他，还没开口，沈清月就笑了：“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这笔奖金下来，债就还清了。”“我不是问这个，我哥、我爸妈自从知道咱们的事，有没有为难你？”上次沈清月喝醉，抱着我哥的大腿，念了一晚上我的名字。第2天是周末，天不亮我就接到家里的连环视频轰炸，但幸好我睡得死，手机还开了静音。等我8点多钟睡眼惺忪起床的时候，沈清月已经摆平了。直到现在，我对当天的情况依然不清楚。沈清月充耳不闻，打开后备箱，盛放的红玫瑰塞满了整个空间。夏里，1周年零2个月快乐。沈清月轻轻在我额上一吻，眼中满是深情。和你每一次的相聚，都如同过节般让我满心欢喜。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得愣住，足足过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瞬间满脸通红，像是被点燃的火焰般，赶忙猛地扣上后备箱，然后用力将沈清月推进车里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这是在学校里啊，别这样。”自从我们确定关系后，他仿佛像是拥有了无尽的安全感及语气，无时无刻不在用各种独特的方式让我感受到他的深情。他一直那么上进，那么努力，每天至少会给我打一个电话，哪怕是在醉倒在生意场上的深夜，他也会趴在路边给我报个平安，让我安心。就连他身边的朋友都打趣说，沈清月的胸口肯定刻着字，那字就是我的名字。他把我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心脏里。沈清月被我推进车里后，懒洋洋地靠在座位上，关上车门，隔着窗户不满地哼了一声，这是在宣示我的主权呢。我忍不住被他的样子逗笑，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：“好了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你的了，别闹了。”B 大坐落于安怀市中心，每到下班高峰，道路就开始拥堵起来，车龙一眼望不到边际。沈清月盯着前方的拥堵路况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下半年我打算去考研了。”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满脸惊讶：“啊！”紧接着反应过来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可是你的工作怎么办？是在职研究生，等拿到学位后，我就会被调任到安怀工作。沈清月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你不是一直想留在这儿吗？我会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。你怎么知道我想留在这儿的？我疑惑地问道。其实，安怀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北疆，我曾经纠结过，犹豫过。
甚至在某个时刻想要回北疆找工作，只为了能离沈清月近一些。而现在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沈清月微笑着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温柔。我看了很多遍，才发现这个小小的细节，我会努力去补足。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快速跳动，仿佛要跳出嗓子眼一般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心中满是感动。曾经的他站在巅峰，万众瞩目，而多年后的今天，我相信他一定还能再次创造辉煌。沈清月看到我呆呆的样子，笑了起来，高兴坏了吧？我用力地点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一晃5年时间过去，我和沈清月在安怀安了家。这5年里，她变得更加耀眼夺目。从原公司跳槽后，自主创业，成为了安怀杰出的青年企业家。债务早已还清，他们还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，生活过得幸福而美满。晚上5点，我刚下班就接到了沈清月的电话：“宝宝，今晚不回去了，有个重要的饭局。”沈清月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歉意。哦，我心中微微有些失落，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啊，她不会是忘了吧？强压下心底的郁闷，刚好闺蜜打来电话，约我出去玩，我便答应了。带着一丝赌气的情绪，我精心化了浓妆，穿上了高跟鞋，把头发也散了下来。当我推开 KTV 的门时，瞬间傻眼了。本以为都是女生，谁知道沈清月竟然坐在中间，手里托着一个精美的蛋糕，周围全是她公司的同事，还有我们共同的朋友。哎，沈哥，嫂子真漂亮啊！怪不得沈哥平时坐怀不乱呢，原来家里有这么漂亮的美女啊！众人的调侃声让沈清月的脸瞬间黑了下来，她站起身，放下蛋糕，朝我走来。我见状，心中一慌，砰地关上了门，然后拔腿就跑，最后还是被她堵在了卫生间里。她冷冷地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怒意：“宝宝，挺漂亮啊，这是打算去参加选美比赛吗？”我知道自己理亏，飞快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，企图消灭她的怒气。这不是想在你同事面前艳压群芳吗？谁知道沈清月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一把将我抱了起来，往外走去。哎，蛋糕还没吃呢，我着急地说道。回家吃也一样。沈清月面无表情地说道。她把我塞进车里，一路疾驰，然后像扛麻袋一样把我扛回了家。一打开门，家里漆黑一片，我心中涌起一丝不安。可下一秒，当我看到铺满花瓣的床和鲜花中间放着的四四方方的戒指盒时，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。她把我扔在床上，单膝跪地，脸上没有了平时的笑容，变得冷若冰霜，然后开始往外掏卡给你。掏完这些还不算，她竟然还塞给我一张摁过手印的欠条，正是当年我借她3万的时候写的那张欠条。末尾她新补充了一句：“如欠债不还，乙方以身相许，以弥补甲方的损失。”那3万我还不起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沈清月言简意赅地说道。至今为止，沈清月送过的礼物、发过的红包，从来没有3万整的。她似乎一直在刻意避开这个数字，而现在她却把这张欠条拿了出来，仿佛是在向我表明她的决心。夏里，这一天我等太久了。大学4年，读研3年，工作2年，从我喜欢你的那一天开始算，时间占据了我人生的一大半。沈清月的目光严肃而虔诚。夏里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脑海中不断闪过我和沈清月的过往，那些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，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，眼眶渐渐湿润。我深知我们能走到今天是多么的幸运。我格外庆幸，在最艰难的时刻，我紧紧抓住了沈清月的手，没有松开。我愿意，我坚定地说道。沈清月双手颤抖着，试了好几次，才终于把戒指戴在了我的手上。她仰起头，轻轻吻住我的唇，眼中满是幸福。你好，沈太太，余生请多指教。她与我十指紧握，从此再也没有松开。